肥硕饱满鲜红的八爪鱼，你想吃吗？可能大家会以为八爪鱼被染上红色的色素，其实八爪鱼为了适应深海生存，身上必须有稳定的结构肌红蛋白，所以熟透的八爪鱼会呈现出诱人的鲜红色，号称海洋里的一霸，其力大无比，好勇善战，足智多谋，不少的海洋生物都怕了它，但最终还是成为了人类的盘中菜。而又因为八爪鱼非常好动，使得它的肉质非常鲜美。就这么一间加工厂，一天就能加工2吨重的八爪鱼，每天的营业额达到100万以上，而工人每个月的工资都能达到2万以上。加工厂从解剖章鱼开始，这时的章鱼看起来非常脏，是因为它身上自带墨汁而造成的。在它们生命终结的那一刻，会将身上的所有墨汁毫不保留地喷出来，所以在解剖大量的章鱼过程中，看起来会非常肮脏。工人会将解剖好的章鱼用袋子装起来搬到工作台，刚加工的过程中看起来非常吊胃口。章鱼有钻器皿的嗜好，所以它也是补品。它的表面会分布着一种色素细胞，每个色素细胞会包含着4种天然色素，黑色和红色是占了最主要的一部分，其次是黄色和棕色。在加工的过程中，工人会将章鱼的内脏去除掉，解剖过的章鱼会统一放到筐子里面，然后工人将它推到搅拌机，把解剖好的章鱼直接扔到搅拌机里面。这种搅拌机是为了清洗章鱼身上的污垢，滚筒里面会有一块旋转的铁片，启动搅拌机会将外面的章鱼旋转到里面，也是为了方便章鱼能往里面放。向里面加上自来水，自来水会通过滚筒旋转把章鱼身上的污垢清洗掉，然后盖上盖子，插上抽空机管将里面的空气抽出来，这样清洗的过程中会更加干净。清洗过后便打开阀门，空气会通过管道进去滚筒里面，然后就可以将盖子打开，通过滚动滚筒将里面的章鱼往外流出来，章鱼和水一同流入到铁桶里。刚清洗过的章鱼看起来还是挺干净的，然后工人会将其流入到下一个工序，下一个工序还是清洗，第2次清洗会更加仔细。工人会拿着刷子将章鱼身上的所有位置进行刷洗干净，刷洗后的章鱼非常干净。清洗的过程中水是不断的流动，章鱼的吸盘是清洗的最主要部分，工人清洗的效率还是挺高的，他们的收入会根据一天的产量拿到工资，在工作的过程中也是非常配合。第2次清洗的工序分配了4个工人，一天清洗几吨重的章鱼也是非常轻松。清洗过的章鱼已经堆积成山，下一个工序的工人会去冷冻库里收集冰块，这些冰块是为了快速冷冻煮熟过的章鱼，拿出来的冰块会放到卡槽里，冰块会快速的将里面的水降到0度，当冰块融化到差不多的时候，工人会将托盘和冰块分离开来，这一步就是为了煮熟的章鱼做准备。工人会将清洗过的章鱼倒入沸水的锅里，让章鱼泡一个热水澡的同时，工人用铁铲将其搅拌，这时的章鱼被开水烫得全身通红，章鱼身上含有虾青素，一旦被煮熟就会呈现出诱人的鲜红色，跟虾蟹和三文鱼为代表的鱼类等都富含虾青素，这种色素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，也是因为这种的天然红色色素，在煮熟后会呈现成红色。在水煮的过程中，工人会将里面的杂质打捞上来，20分钟后便开始将里面的章鱼倒入移动的铁矿里，这时的章鱼已经半熟了，但对于爱吃生鱼片的岛国人来说，已经可以吃了。经过煮熟过的章鱼看起来还是挺肥美，然后将其挪动到已经准备好的冰水里，利用绞索机器将里面的章鱼倒入冰桶里。这时章鱼真正经历了冰火2重天，煮熟的章鱼都要经过冰桶进行冷却，为了降低水里面的温度，不得不往里面放入冰块，工人会将冰块均匀分摊开来，这样会更加快速的冷却煮熟过的章鱼。冷却过的章鱼会流到下一个工序，这个工序是将章鱼进行分割。冷却过的章鱼看起来非常有弹性，为了将章鱼移到工作台里，工人也是非常简单粗暴的用双手直接扔，这时候章鱼的颜色看起来非常有食欲，而且肉质非常饱满，章鱼的触角是非常有韧性，吃起来有 Q 弹的感觉。将章鱼堆满整桌的时候便开始开工，工人会将章鱼的头部切割下来，然后将章鱼的下水道处理掉。解剖的过程中，先将章鱼的头部分成2半再切割下来，分割好后再开始将章鱼的8条腿依次切割下来。工人的手术也是非常娴熟，这就是流水线计件的魅力。依次将八爪鱼的触角切割下来，将其放到篮筐里。下一个流程，工人会将八爪鱼的触角放到塑料模具里，依次的将八爪鱼的触角摆放整齐。每个流水线都会有几位工人进行操作。摆放好的章鱼触角会推入冷冻库里，为了满足不同客户的要求，有些章鱼会直接整个打包。摆放整齐的章鱼会放到移动的框架里，然后就可以将它推入冷冻库里。
顾客买回来的章鱼都是打包好的，买整个章鱼回去的顾客还要进行分割，触角切片后看起来还是挺肥美的。放上白糖和芝麻油作为酱料，沾上酱料就可以直接开吃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让世界更精彩。